我男朋友和他妈想要用孩子和婚礼来压榨我，结果骗钱不成，还没了孙子，坐了牢。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刚刚怀孕了5个月，正好碰上了成都最冷的时候。自从怀孕，我的身体就很差。这天也是不舒服，去医院做检查，被告诉说得了妊娠高血压。医生跟我说了，可能导致病变，以至于回家一路上我心里都不舒服。结果一回家就看到我男朋友他妈林海燕做了一桌子的菜，每个菜都多少带点红，油烟呛的人直咳嗽。我老家是北方那边的，本来就吃不了辣，更别说现在得了病，一点重口味的菜都沾不得，也确实没忍住，当着林海燕的面就叹了声气。林海燕正拿着擦桌子的抹布端菜，听我这么一叹气，手上还拿着药，叉着腰就拧起眉头：陈月，你怎么又在外面买药啊？我不是说过那些药都是医院糊弄人的吗？当初我孕早期的时候，林海燕就是一直絮叨着做 B 超不好，容易造成婴儿畸形，所以我一直拖到了怀孕后期才开始正常的进行产检。医生告诉我，就是因为前期怀孕饮食和生活习惯，才导致现在患上了妊娠高血压。如果早点发现问题，改善饮食，就不会得这个病了。现在他还在拿这一套说辞来压我，我顿时有点委屈。阿姨，我最近不舒服，才去检查了，医生也说了，我现在妊娠高血压，不能再吃重口的东西，药也是治病才开的，这哪有说不能吃重口的，都是医院骗你们买药的借口。吃辣的才好怀上男孩，你听我的准没错。林海燕完全没把我的话放心上，还是按照自己那一套来。这时候朱荣斌从房里出来了，估计是听到了我和妈的话，帮我讲了理。哎呀，妈，这陈月自己的身体，她自己能不知道吗？她都说了不舒服了，你就将就点，做几个清淡点的菜呗。林海燕看我们俩统一战线，不满地唠叨：行行行，说不过你们。我开心地对朱荣斌比了个赞，他把我的手握在手心，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大概猜到他肯定又碰上了啥不好的事，于是有点担心地说：怎么了？他一脸歉意地看着我：陈月，之前不是说好先在你那办婚礼吗？结果我刚刚去问了联系好的酒店，说是漏了我们的单，当天有其他的婚客了。我就想着，要不还是就在我们这边办婚礼算了。我当即就愣在了原地。我和朱荣斌是大学认识的，他成绩不算好，长相也一般，但因为他对我好，尽管家里人一开始都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我还是固执地坚持了这份爱情。他向我许诺过很多东西，比如让我远嫁，和我同居，我都无条件地答应了他。而我只向他许诺过一样，就是希望能看着他开着婚车到我家来，风光地把我娶回去。现在就因为一个酒店，他就这么轻易地把我脑海里期冀给幻灭了。他自然也知道我心里不舒服，连忙补充道：但是陈月，我保证一定会办得比你们家那边还大，到时候让你们全家的亲戚过来都没问题，保证热热闹闹的，不会亏待了你。还有车费，我们这边也肯定整个都包了。他叹气道：我也骂了那家公司的相关人员了，人家也确实是最近婚礼的人多了，不小心才漏了，也就委屈你一下，好不好？他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有点愤愤不平地骂了几句那边酒店的主管，说他们真是不当人。本来现在这个月份酒店就难订，还给我们整这一出。然后我跟朱荣斌问道：
那这边能订着大酒店吗？要不要我去找人帮忙？朱荣斌拍了拍我的手，放心吧，这我肯定能办成，你就做好准备当你的新娘就行。一听到这话，我就忍不住有点激动，因为我是一个很注重形式的人，婚礼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时候林海燕让我们去吃饭，我也就算是默许了朱荣斌这件事的安排。到了晚点的时候，朱荣斌在他屋子里学习，我在电脑上正在准备婚服和请帖的事。毕竟我们家到时候肯定得提前过来。虽然朱荣斌告诉我妈那边他去帮着通知，但毕竟他还在准备考公，我也就想着自己能处理就处理。这个时候林海燕拽着拖把进来了，看着我们的衣服丢了一地，冲我嚷嚷：哎呀，陈月啊，你倒是把这衣服收拾一下，这丢的到处都是哪行呢？看着床上凳子上都是我和朱荣斌的衣服，我确实有点不好意思，赶紧去把衣服都抱了起来，准备帮着洗了。就在我掏衣服口袋的时候，却发现朱荣斌的手机掉在了这边，界面还停留在上一次使用的时候，是我们之前在我家那边关注酒店的公众号，上面显示是朱荣斌自己取消的酒店。我有点奇怪，不是说是因为没有位置退订的吗？怎么显示的是我们这边撤销的订单？但我没怎么多想，把手机退回了主界面，然后给朱荣斌送了去。他看了眼手机，也只是单纯的向我表达了感谢。如果有什么事的话，他第一时间应该会找我讨论的。这样想着，我也就没把这事继续放在心上。这件事过了有几天，已经婚礼将近，我们一家人都喜气洋洋的。林海燕这几天也是心情大好，不仅每天都专门帮着我准备几个清淡点的菜，还专门学了我老家那边几个点菜，说是让我妈他们过来时可以有个话题聊。我这边则是把该准备的请帖都已经准备好了，喜糖已经成金搭配的漂漂亮亮，还有婚服也已经都跟商家那边说好了，过2天就过去那边提。此刻温度更冷了些，屋外还下了雪，不像北方那边有暖气，南方这边一点的城市，室内总是也动人。我就准备把好久不用的空调擦一擦，也让家里人都暖和点。正在拆滤网呢，就听着外面传来了朱荣斌的声音。什么？他的声音很大，并且感觉很生气。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我这边都订好了。我拿着拆下来的零件站在椅子上，看朱荣斌往屋里走，赶紧要从椅子上下来。那椅子不稳，他第一时间过来给我搭了把手。看他一脸的愤怒，我有点担心地说：怎么了？朱荣斌皱着眉头，一边应付着没事，一边疯狂刷着手机。我瞄了眼，他是看酒店的信息，心漏了一拍。我突然就意识到，肯定是酒店出了问题。这已经临近婚礼了，再出问题就可能没个地结婚了。他急我也急，毕竟这里能办大型婚礼的也就那么几家，总不能家里人那边都说好了，现在又告诉他们来不了吧？真不知道这酒店怎么搞的，之前明明就说好座位数了，现在又跟我说位置不够，得少几桌人。他抓着头发，看上去也是头疼得很，哪有这个道理啊？我也是有点怄火，这酒店怎么还能把座位数给搞错的？这么大的事就不能多核对几遍吗？把手机给我，我去跟他们吵。哎，该吵的都吵了，人家也跟我们道歉，说真的没办法，愿意给我们退一部分钱。朱荣斌安慰我，让我冷静一点，客服电话我都打爆了，再者只能投诉了。婚礼之前出这破事，我们也没办法。你这找的啥酒店啊？一个两个都这么不靠谱，我气得很。
不过也确实没办法，都这个关头了，还能怎么办？只能凑合着少来几桌人。我的错，我真是瞎了眼了我。朱荣斌也难受，说话都有几分底气不足。陈月啊，要不然跟你那边说说，就来几个近亲算了。那怎么行啊？之前你不是都跟我妈说好了，现在又说只来近亲，我妈那边怎么想啊？我急得都要哭了，一边疯狂刷着手机，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朱荣斌看不下去我这副出点事就像天塌了一样的性子，把我的手机拿了过去。没事，陈月，我跟你妈那边说，本来也是我这边的失误，我一定会跟你妈那边好好说清楚的，你别急呀。本来一开始就说好在我家那边办婚礼，现在又是不去我家那边办，又是只能来近亲，到时候男方家属一大堆，我们这边就那么几个，多尴尬呀。但朱荣斌是个说一不二的人，而且刚刚扫了2眼手机，确实也看着像是没啥空余的地了。思考再三，我还是不情不愿地同意了。朱荣斌看出我是在勉强自己，上前就亲了我一口，又再三重复了几遍对不起。本来好好的心情顿时打了折扣，我郁闷地擦着空调，不知道为什么办个婚礼就这么难，能一次次出这种纰漏让我失望。当时我也就是觉得朱荣斌办事不认真，找的酒店不正规才出这种事。没想到在晚上的时候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她跟我说他们过2天就过来了，问我要不要给我带什么东西。我心里还琢磨着酒店的事，想着母亲那边估计还跟亲戚说了不少好话，也就有点难受的跟他们表示了歉意。结果母亲很震惊地说道：没有啊，荣斌不是说你们不想搞那么隆重，婚礼也就从简了，让我们这边不要来太多人嘛，我也就只通知了几个亲戚啊。母亲这话一出来，前几天朱荣斌手机里那条退款的消息也随即出现在我脑海，我突然就意识到，根本不是酒店不酒店的问题，是朱荣斌他根本就没想着办个大酒店，他自始至终就想着随便搞个小酒席，把婚礼对付了算了。妈那边还在问我怎么了，我颤抖着声音草草说了几句没事，就赶紧挂了电话。朱荣斌这个时候洗完澡进来了，看我红着眼圈坐在床上，擦头发的动作立刻僵硬了，小心翼翼地问我怎么了。陈月，朱荣斌，我不想继续和他玩这种猜哑谜的游戏，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想着在这边办个小点的酒席，不让我那边的亲戚过来？朱荣斌愣住了，怎么可能呢？这不是酒店那边出问题了吗？你还骗我！我突然就控制不住情绪，一下子爆发了。我妈都跟我说了，你一开始就说的是只请近亲，对不对？还拿酒店当借口，你真他妈不要脸！我抓起枕头就砸了过去，他躲闪不及，被我砸了满脸，手忙脚乱地抓住了枕头。不想结婚就不结，你搞这种手段恶心谁呢你？我正在气头上，拿纸直擦眼泪。我不是故意骗你的。他赶紧在我旁边坐下，我就是觉得怕你那边亲戚过来不习惯，然后瞧不起我们，我觉得有点好笑。我既然愿意嫁，他们又会说什么呢？对不起，陈月。他卑微的不行，我真的不是想省钱，我也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我就是害怕我们家丢了脸，最后婚都结不成。说着说着，他的眼眶也红了起来。你打我吧，你打死我，我不是个东西。看我依旧是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他抬手就要扇自己，我赶紧拦住了他，不忍心看他做这事。对不起，陈月。他低着头不敢看我，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毕竟朱荣斌他们家境不好，也一直担心
我家瞧不起他，我家人又强势，他可能也担心闹点什么事出来，最后婚礼都办不成。事已至此，我只能说服自己相信他的说辞，再给他一次机会。但这件事还是在我心里埋下了刺，总觉得这场婚礼已经不是我想象中美好的样子了。后来我妈他们来了这边，朱荣斌起了个大早，专门风尘仆仆的去把他们接到了酒店，表现得特别好，给足了我面子。看着我爸妈欣慰又开心的样子，我也不想自己搅了这个氛围，也就把这事给放下了。到了结婚的前3天，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去酒店那边住。一方面也是帮着我爸妈他们把酒店装饰一下，再怎么也算是办个娘家房，氛围感必须拉满。看我收拾着东西准备出门，林海燕突然叫住了我，说是希望能签个合同，承诺到时候彩礼钱一定会还到她手上。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说好了，到时候这个钱肯定是会还给婆家的，也算是帮忙照顾孩子的钱。所以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跟我说签合同，他们给的彩礼本来就不多，还怕我出尔反尔不成。于是我踌躇道：阿姨，说好了彩礼婚礼后给您，我就一定会给您的，没必要搞得这么正式吧？那怎么能行呢？这有些流程那是必须走的。陈月，也是麻烦你了哈。林海燕没看出我的不乐意，非要我在本来就赶的时间挤出一点给他签这个字。行吧，我也不好跟他继续扯这个事，这婚礼钱能少点是非，对我们两边都好。那您让荣斌拿一下合同和笔，我再把要带的东西检查一下。林海燕看我答应了，美滋滋的就去叫朱荣斌。朱荣斌拿着合同一进来，我就压低了声音抱怨起来：这怎么给了彩礼还要签合同的？你们家这啥规矩呀？我妈她呀，就是被人骗钱骗怕了。朱荣斌也是无奈，我就结婚的时候被别人卷了彩礼钱跑了，最后钱没了，媳妇也没娶上，后来就一直是这么要求的，反正彩礼也是给他们的，签字就签字吧。结果一看他手上的合同，居然很有几张纸，这怎么还这么多字啊？不是就个彩礼的事吗？哎，我妈妈，你知道的，做的是非要搞一套东西出来，就是些官方的废话，要么就是一些婚前财产的所属权啥的，你随便看看就行了。话是这么说，但他却是把合同直接翻到最后，打算直接让我签名。我犹豫了一下，把护肤的最后一步做完，往手上擦了东西，然后就准备在那上面签字。没想到划了几下，这支笔硬是写得断断续续的。我挥了挥笔，看向一旁的朱荣斌，示意他这支笔没水了。朱荣斌有点奇怪：我记得这笔有墨呀，你等等我再给你拿一支。当然有墨，这笔写不上，是因为我往纸上抹了卸妆油。看他离开了，我立刻就翻了翻这个合同，随便翻到的第1条就是要求在结婚之后，女方必须把婚房的房产权转移到男方名下。我和朱荣斌现在住的房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婚房，他一份子没出，整一个是我付的全款。他是怎么好意思定这种要求的？如果不是前2天出了酒店那事，我可能还真不会认真看。但朱荣斌在我这已经有了信任危机，还是合同这种具有法律效应的东西，我不得不防一手。我以最快的速度翻阅了一遍，并且把所有的内容拍了照。果然，除了首页和尾页是看似正常的财产分配，其他都是一些令人发指的要求。比如说，离婚的时候，女方必须净身出户，主动放弃财产的所有权和孩子的抚养权，还有女方出现意外死亡的情况，其财产必须100%继承给男方。
我一条条的看，看到一半，朱荣斌拿着笔进来了，正好看到我在翻合同。哎呀，我不是说了，就是一些婚前财产分配吗？不用这么认真看的。他一边说，一边往我这边靠，想不动声色地把东西拿回去。我把合同一关，直接往手里一拽，不给他拿走的机会，然后抬头看着他，这合同你看过了吗？我看了呀，你家那么有钱，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要求吧？他站在我面前，完全没有任何的自觉。你是瞎了还是疯了？这是人能答应的吗？我把东西往地上一摔，直接骂出了声。陈月，这马上就结婚了，我妈也没啥别的要求，就让你签个合同，你有什么不能答应的？朱荣斌被我直接指着鼻子骂，顿时也发起火来。我们俩之后结婚了，本来就是一家人，这房子财产在谁的名下有什么问题吗？那是我自己买的房子，凭什么在你名下呀？我说出来都觉得好笑。我们俩是结婚，不是我死了你继承遗产。朱荣斌，你摸下自己的良心，你好意思让我签这合同吗？他妈这时候让我签字，不就是拿我亲戚朋友都已经过来了这点，逼我签这份合同？朱荣斌不可能不知道，但他还是什么都没有做，甚至跟着他妈一起来逼我。林海燕估计也是听到我骂人了，连走带跑就冲进来。陈月，你叫什么呢？这合同我签不了，这婚你们爱结不结吧？我故意当着他妈面说这话，就是直接在施压了，也是最后给朱荣斌一次机会。如果他和我一起同仇敌忾，我不是不能再帮他找借口，再原谅他一次。毕竟他可能只是最近事多了心里烦，可能是我和他妈都在给他压力，他受不了。但朱荣斌没有，他倒是拉了我一把。陈月，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能这么跟妈说话呢？林海燕不紧不慢地堵在了门口。得了吧，就你这样年纪不算小，还带着肚子的女人，出去谁要啊？人贩子都不稀罕绑你，他都是算计好了的，就等着拿结婚和孩子来压我。就算不嫁，我也不给你这种人当媳妇。短命，最后仅存的希望也被这一家人亲手熄灭。我转身就要走，林海燕想抓我，被我躲开了，结果倒是她自己没抓稳，眼看着走了几步就要摔。我看在眼里，也确实是怕摔出了事，本能想着去扶他，但朱荣斌误会了我的意思，冲上来一把把我推开了，咆哮道：陈月，你干什么？我妈又没说错，你还想动手是不是？朱荣斌推我完全没有收着力，我直接摔在了墙上，腰部在墙角撞得脊椎骨共振，然后就连带着腹部一阵剧烈的疼痛。在他心里，无论是我还是孩子，都比不上他那个碰瓷的妈。朱荣斌扶着他妈，担心的不行。他妈指着我妈：你个贱人，你要害死我是不是？你要敢不签这合同，你就一辈子别想进我朱家的门。这一次看着他们两人母子深情，我咬牙扶着墙自己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外面正下着雨，我因为出门太急，连伞都没有拿，又不想再回去，也就把帽子一盖，直接就出了楼栋。天气冷得吓人，我又没有穿棉鞋，走着走着脚就冻得没了知觉。我175，朱荣斌才168，所以自从和他在一起，我鞋子总挑底最薄的买，冬天也是我最难熬的日子。一旦冻伤，就又疼又痒，鞋子还总像进了水的，冰得刺人。可他从来没意识到过，把我对他的好默认为理所应当。这一路上，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个人走到酒店的，只记得眼泪一串串的掉，路像是被水雾蒙上似的，身上也疼得吓人。等终于到了酒店，我给我妈发了短信，
说我在门口。一打开门，里面热闹得不行，我爸妈还有舅舅表姐他们正在有说有笑地打扮着婚房，有人喊着一定要把房子装饰好了，不能让男方看清了我们家月月。门是我妈开的，她正笑着埋怨说我来得太早了，啥都没布置好，然后就看到我身上被雨淋得一块干一块湿，脸上还不知道是雨还是泪打湿满脸，瞬间就变了表情，一把把我拽了进去。月月，你这是怎么搞的？怎么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屋子里那种闹腾的氛围被我妈的惊呼截断，彻底陷入一片死寂。我摇了摇头，一瞬间心理上的委屈和身体上的疼痛同时来到了顶端，我不可控地大哭了一场，只感觉自己的腹部一阵阵的抽搐，痛得像是被刮了骨。然后就听见我表姐尖叫一声：“陈月，你流血了，姑姑，快，赶紧送医院去！”其实那时候我也就基本猜到这个孩子保不住了，果然送到医院去，医生第一时间把我送到了急救室，做了彩超检测之后，他告诉我，因为我的胎儿情况一直都不好，孩子有很大的几率已经没了，小概率能保下来，大概也会有先天性疾病。我妈在旁边死死地握着我手，哭成了泪人，一直在说陈月呀，我的女儿啊之类的。我爸当场就想要打电话过去骂人，被我制止了。我把手机上合同的照片给他们看，然后告诉他们，朱荣斌和他妈说，不签这个合同就不让我嫁到他们家。我问我爸妈，我是哪里对不起他们了？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这样逼我呢？逼我害死了自己的孩子。我妈拉着我的手说，不是我害死的，是孩子看我太苦了，就自己走了，让我能下定决心离开这个家。想着在怀孕的5个月，我是如何慢慢看着这个孩子一点点的长大，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期待他能够降临到我的身边，我就恨死了朱家，恨死他们逼着我不做检查，让我得上妊娠高血压，逼着我冬天在外面奔波，最后还将我推到地上，彻底失去了这个孩子。但这都已经无所谓了，毕竟这个孩子的诞生本就是他们用来绑架我的理由。于是我配合了医生的建议，去做了引产的手术。看着手术室外面的围着的人，又恍惚想着自己曾幻想生孩子时候的景象，没想到倒是现在提前看到了，就是好好的婚礼被搞得像是病危一样。好不容易等医院的事折腾完，我表姐他们也专门拿了厚衣服过来给我换上，我才有空看两眼手机，上面显示好几个未接电话，还有朱荣斌的短信轰炸。先是跟我说好话，让我赶紧回去，到后来就相当不耐烦，说我再不回消息就死外面别回去了。看完了短信轰炸，我也直接给那边打了电话，结果他瞬间给我把电话挂了。我耐着性子又打了一个，对面还是没接，估计是想报复我一直不回电话。那我也不想继续打了，给他发了消息，告诉他我孩子已经打掉了，现在就要跟他分手，让他和他妈收拾东西从我家滚出去。最后我找医生拍了死胎的样子，给他发了照片，专门加了一句是个男孩。做完这一切，我直接拉黑了他，并删除了他所有软件的好友。然后我就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院。医生说孩子月份已经大了，引产对妈妈影响很大，让我好好休息。我以为打了孩子就能让朱荣斌他们死心，彻底消停，但我还是低估了他们不要脸的程度。我才刚住院2天，就接到了公司的电话，说是有人在我们写字楼闹事，让一个叫陈月的主管给他们一个说法。因为这是个稀罕事，不少同事都拍了录像发群里，
还有人专门意特了我，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点开视频一看，就看到朱荣斌和林海燕举着牌子在楼底下闹事，旁边跟着一群人，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朱家的亲戚，大吵大叫着让我把孙子还给他，不然就要闹上媒体，让每个人都看看我为了钱是副什么嘴脸。我给公司道了歉，并说明了自己的苦衷，告知如果再碰到直接赶走就行，我也会尽快着手准备法庭的手续。话是这么说，但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忙这件事，因为我手术后期身体一直都很差，加上心情一直低沉，根本没精力去处理这件事。结果我还没出院，在病床上躺着时候，这条新闻居然上了我们这一片的热搜。上面林海燕对着镜头声泪俱下，说她的儿子有多可怜，酒店都已经订了，婚服都买了，甚至亲戚这块都已经请好了，结果人家居然不嫁，还杀人诛心，把孩子的尸体发过来。他编得有模有样，大声嚷嚷，说我怎么能狠到这个地步，为了跟别人跑，连孩子都不顾了，并且把我的消息断章取义，说我甚至还要霸占他们的婚房，让他们滚出他们的家。明显是营销号的视频，一个片段被翻来覆去的播，还有机械人声把整个事件添油加醋的解说，却是引起了大量的舆论。大部分人在声讨我，说我是占了便宜还出轨的婊子，甚至有几个早就不联系的同学也顺着这条新闻来痛斥我的无耻，说我不配为人母，还有一些直接说要我堕胎的时候和孩子一起死了算了，或者说是希望我和那个所谓的包养人一起得性病去世，甚至还有连带着我父母一起骂的，不少直接把我父母算在了死亡列表。听到脚步声，我赶紧心虚地把手机收起来，生怕父母看了心里不舒服。但进来的是表姐，她看到我拿着手机，连忙进来说她最近有视频，想给我看看，让我陪她一起。我一眼就看出她明显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我直接问了她，是不是已经看到热搜上的消息了？她顿时红了眼圈，抱着我就哭了出来，骂我前男友他妈不要脸，骂网上的键盘侠都是些脑子发育不正常的人。我抱着她，听到了外面爸妈的吵架声，我妈一直在哭，说都怪她，才让女儿碰上了这么个人渣。医生不推荐我提前办理出院，但我的态度相当坚决，因为我的家里人已经受到了太多的伤害，并且我也已经受不了了，受不了朱荣斌住在我家，用着我的东西，还造我的谣。出了院，我第一时间就回了家，正好看到门口围了一圈人，楼栋的邻居还有小区的人都在看林海燕发表着演讲，她旁边有不少慕名而来的记者，而她正喊着我的大名，骂我不是个东西。我来的时候就已经报了警，并带上了我所有的证据，所以我直接扒开人群，大声道：你才是最不是东西的那个林海燕，为了点钱，你是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记者一看到我，立刻就知道我就是这件事情的主角，所谓的陈主管，所以立刻都纷纷围了上来。而林海燕看到我，更是不要脸地叫起来：陈月，你害死我的孙子，你不得好死！我根本不跟他说多，直接把房产证、购买凭证、医生的诊断书一一给记者展示，同时还拿出当初那份结婚合同的照片。然后我说：林海燕，我知道你儿子吃不到软饭你着急，现在我告诉你，软饭是不可能了，你就等着吃牢饭吧。假的！眼看着旁边围观的居民已经开始议论林海燕的所作所为，他赶紧慌乱地说：都是假的，
是他伪造的。假啥呀？旁边一个邻居看不下去了，亏得我们之前还帮着你说话，原来是把我们当枪使啊，要不要脸啊？这一下子骂人的声音就更多了，说哪有这样对媳妇的，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把自己家儿子当女儿嫁出去呢，婚房别人出，彩礼也不给，真就躺着拿钱呗。我不管，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你就别想让我离开这。林海燕看硬的不行，直接耍起赖来。记者连忙把镜头都对准了林海燕，生怕漏过这个爆点。这个时候，小区警鸣响起，几辆警车直接驱散了人群，开到了事件中心。谁报的警？我报的。林海燕和他儿子朱荣斌非法侵入我家，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我要求对他们进行拘留。林海燕本来一个人闹，就是没想把朱荣斌牵扯进来，毕竟他知道他儿子还在考公。一听我这样，直接急得跳脚。没有，他撒谎。邻居都已经看不下去这场闹剧了，就是他霸占人家小姑娘房子，还污蔑人家。我没有。林海燕还是那几句苍白无力的话反复说，企图做最后的挣扎。警察可不管他有没有，直接带人上去把朱荣斌一起押了出来，告诉他们让他们配合工作。朱荣斌被押下来的时候，甚至衣装不整，胡子拉碴，看到我的一瞬间就骂道：陈月，你还知道回来？你赶紧跟他们说清楚，什么非法入侵，这本来就是我家，他还做着梦没醒呢。最后，警察把乱吠的朱荣斌和哭嚎的林海燕都带去了警局，在1个月后开了庭审。因为我证据确凿，他们被判了非法侵入住宅和诽谤罪，并达到了立案标准，成功被判刑。而我则将这栋房子出售，回到了老家，彻底和这段失败的感情说了再见。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男朋友有个妹妹，与他无血缘关系，是个伪骨科小说迷，天天幻想着和我男朋友来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恋爱。上网课开着摄像头，他跑到我男朋友的床上，拉着那还没有睡醒的傻子：哥哥，快来陪我上网课呀！瞬间，网课直播炸了，大瓜传遍整个网络。不过后来我和我男朋友却成了全网羡慕的情侣，京南一中高3女校花上网课跑到自己哥哥床上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大街小巷，在网络上迅速发酵。我打电话给我男朋友的时候，他还在晕头转向的忙着期末考的事。张晨曦，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你妹妹那么大了，怎么还往你床上跑？张晨曦顶着一头炸毛，眯着眼，你说什么？什么妹妹？你自己看吧。我气得要死，恶狠狠地问他：红秋裤保暖吗？他瞪大眼睛，颤抖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我穿的红秋裤？林楠楠，你觊觎我的肉体。我冷笑，把网络平台上热评的视频转发给他看，全国人民都知道你穿红秋裤了。发给他之后，我自己也反复看。视频是直播课，摄像头上方有个小小的窗口视频，一个看起来挺漂亮的小姑娘拿着手机跑到另一个房间，直接掀开床上的被子，把自己裹进去。哥哥，陪我一起上网课吧。被子里探出一颗脑袋，露出来的脸特别帅，就是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不到3秒钟，他打来电话，我还没说话，他先好起来了。傻逼吧他！我他妈！我后面一脚把他踹下去了。他怎么不发？他突然跳上我的床，我被吓了个半死，连夜赶回来了学校。我看着视频中彻底清醒的男朋友：你出来，我们见一面聊聊。我马上来。
等等，学校不会有人认出我吧？他穿外套的动作一顿，不一定，毕竟你出名了。张晨曦，我眨了眨眼，揶揄他。我来到约定的地点，四处望了望，没见到他人，烦躁地给他打了个电话，结果电话直接被挂了。没错，直接被他挂了。他不会是要割我吧？我正要杀去他的宿舍，不远处的草坪中传呲呲呲的响声，紧接着是压低的声音：楠楠，楠楠，我在这。我跑过去，低头看着蹲在草坪中，戴着黑色鸭舌帽，戴着黑色口罩，围着黑色围巾，连他亲妈都不认识的张晨曦。张晨曦，你有必要这样吗？我拽着他的围巾，差点把他勒死。我怕被人认出来，他取下围巾围在我脖子上，戴好。我就知道你忘了戴围巾，算他还有点良心。戴上围巾确实暖了不少。北方的天气极为寒冷，大一我们刚在一起时，经常出去约会。我为了好看，每次都穿得很少，冰天雪地里约会，浪漫是浪漫，冷也是真的冷。张晨曦本来不喜欢戴围巾的，他说戴这个东西勒脖子不舒服，但后来每次和我出来约会，他都会带着围巾把我裹起来，会把我的手揣进他暖乎乎的口袋里，有时候把我整个人都裹进他的大衣或袄子里。我们去了学校外面一家小餐馆吃饭，餐馆有小隔间。张晨曦终于取下了自己的全副武装，鬼鬼祟祟的小声说：楠楠，你听我解释。你说，我现在已经平静了不少。如果换成2个小时前，我非一巴掌过去，再跟他提分手。所以说，冲动是魔鬼。张晨曦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话，我稍微捋了一遍，大概是他妈妈前几年生病去世了，只留下父子俩大眼瞪小眼的生活着。3年前，他高3那年，他爸爸给他找了个后妈，后妈带来了一个女儿，住进了他家，也就是视频中那个女孩。我点了2杯奶茶，继续听他说，这个妹妹一开始见到他，就甜甜的叫他哥哥。张晨曦挠了挠头，我那时候觉得有个妹妹还挺好的，挺可爱的，是吗？哥哥，哥哥都给你叫迷糊了吧？我冷笑。张晨曦叹了口气，后面他就经常往我房间里跑，我不喜欢别人进我房间，说了他几次，他道歉的态度都很诚恳。然后呢，我的火气已经快炸了。然后他老实家访，带了一本书，霸道哥哥爱上我，还渴。我一口奶茶差点喷出来。张晨曦抽出纸巾给我，关心的我问怎么了，我连忙摆手，我不可能和他说我也看过这种书，青春年少谁没有看过几本奇奇怪怪的言情小说呢？老师说他上课看课外书，还是这种不健康的，让我爸管管他。我爸和我打开那本书，看了几眼，就是那种重组家庭，哥哥和妹妹恋爱的故事。我爸当时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张晨曦的表情逐渐变得惊恐。后来他经常喜欢抱我，喜欢往我怀里窜，我就跑了。后面的事我都知道了。张晨曦以前和我说过，他高3冲刺阶段突然从走读变成了住宿。我当时问他，他没说具体原因。现在我算是知道了，是被他那个妹妹吓得。本以为网络上的瓜，过几天就慢慢平息了。今天我刷短视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侧脸，再三确认视频里面的男生就是我男朋友，账号名称叫奶黄甜包和哥哥。我猜这一定是张晨曦妹妹的账号，皱着眉把她的视频看完。视频里经常分享她和她哥哥的甜蜜日常，不过近几年一直是侧脸背影居多。最近的一次是他跑进张晨曦的背中，
张晨曦呆呆地看着镜头。文案：我和我的笨蛋帅哥哥。直播视频被爆出来后，视频的转载点赞突破100万，大家由原来的骂声一片，变成了救命，好甜好甜。而且评论的大部分都是些未成年的孩子。原来博主和哥哥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太甜了，毕竟是一个户口本上的兄妹。我担心他这些行为会影响了张晨曦在学校的名声，便在视频下面评论：张晨曦是我男朋友，妹妹别发这些误导性的视频了，他不高兴了。评论发出，我的手机炸了，叮叮咚咚的消息吵得我不能午睡。我正要静音，却发现男朋友妹妹在我的评论下面回我了，什么绿茶老女人，还好意思说是我哥哥女朋友，别来沾边。不仅如此，下面还有许多不堪入目的骂我的评论，都是他的粉丝，还有人私信我。我点开后台私信，不是骂我的，就是给我发那种吓人的图片的，我差点气哭。这是网络暴力。才过了几分钟而已，他的妹妹竟然把我的评论截图发在了他的主页视频中。视频的文案：姐妹们，有大姐看我哥哥帅，嫉妒我和哥哥的关系，来抢我的哥哥了，忒不要脸了。我想给他私信，结果发现他把我拉黑了。既然妹妹不打算好好说话，我也就没必要和她客气了。我红着眼，直接把张晨曦妹妹的账号转发给了张晨曦。睁大你的眼睛看看，你那个好妹妹发了什么？张晨曦看了之后，几乎秒回我，我马上处理。几分钟后，我的短视频账号便收到好友发视频的通知。我打开一看，是张晨曦发的视频。视频里他看起来很生气，语速也很快。本人张晨曦以人格担保，与王馨玉仅仅是户口本上的兄妹关系，没有任何血缘和恋爱上的关系。另外，我本人是有女朋友的，她很可爱，我很爱她。我劝各位未成年的学妹们，不要过度把小说带入现实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谢谢你们。发完视频的当天下午，张晨曦考完最后一门试，拉着我便带我去了机场。我早张晨曦2天考完试，一直留在学校等他一起跨年。来机场做什么？飞机上，张晨曦靠在我肩头，面色憔悴苍白。这傻子原来早就订好机票，想要把我带回家，脸色这么差。楠，对不起。这段时间一直忙着考试，没想到他还在社交网络上网暴你。张晨曦戴着口罩，伸手抱着我，前面的头发翘起，有些呆愣。我和张晨曦回到他家时，家里没人，他直接把我带进他的房间里。看户型是3室1厅，他的房间最小，堆满书很拥挤。他们就让你睡这个小房间？看起来像是间小书房，临时倒腾出来的。这么欺负我的男朋友，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上大学，不常回来，住哪里都无所谓。今晚委屈你睡在这，我去睡沙发。他搂着我，把我带到窗边，捏了捏我的脸。好啦，别生气，你看这里的风景是最好的。张晨曦，你又捏我的脸，过来让我捏捏你的脸。想都别想，林楠，我拎着张晨曦的抱枕追着他打。门口站着2个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几分钟后，我局促地坐在张晨曦身边，看着对面沙发上的张晨曦的爸爸和后妈，手在后面紧紧捏住张晨曦的衣角，脸色通红。谁知道我的尴尬、温柔乖巧的形象瞬间破灭了。这是晨曦的同学吗？张晨曦后妈为我们倒热水，面色有些奇怪。张晨曦拉着我的手放在他腿上，没有理会他后妈。爸，
这是我女朋友楠楠。他爸爸冲我笑了笑，看出来了，你小子一声不响就把人带回来了，我都没有准备什么东西给人家姑娘。我连忙摆手，叔叔，我什么都不需要，多给我发点钱，我转给楠楠当见面礼。张晨曦掏出手机，盯着他爸，他爸面色一僵，看了眼我，我连忙低头，不关我的事，别看我。最后他爸给张晨曦转了5000，张晨曦当着他爸和后妈的面转给我8000，叮，支付宝到账8000。两双眼睛瞬间看向我手中的手机，我尴尬地缩了缩手，把小手缩进宽松的大衣袖中。你给我转这么多钱干什么？你收着，这么远把你拐来我家，可不是来让你受委屈的。他又捏了捏我的脸，我气鼓鼓地看着他，看着他得逞的笑，偷偷给他发消息：张晨曦，你完蛋了。聊了一会儿，张晨曦爸出去买东西，他后妈去厨房做晚饭，我去找洗手间。回来的时候，听到他后妈似乎在和谁打电话。对，他带女朋友回来了，看起来有点疯疯癫癫的，样貌不怎么样，反正没有小玉好看。谁疯疯癫癫，谁长得不怎么样了。我握紧拳头，差点冲进去的时候，突然听到他又说：小玉还不知道，我这是为他考虑，他会听话的。我收回脚步，感觉这对话有些奇怪。晚间，张晨曦和我坐在餐桌上，张晨曦后妈王冉十分热情地做了一大桌菜。王新玉背着书包走进来，她站在桌边，双手握紧书包带，死死地盯着我。他是谁？王新玉的声音很冷，与视频中甜甜嗲嗲的声音截然相反。王冉取下王新玉的书包，这是哥哥的女朋友，快叫姐姐。王新玉瞪了我一眼，夺过王冉手中的书包，跑进房间，把门摔得特别响。我看了眼张晨曦，他给我夹菜，吃饭吧，别管他们。张晨曦爸爸尴尬地笑了笑，吃吧吃吧。过了一会儿，王新玉被他妈妈拉出来，给他盛饭，又给他端汤。这孩子高3了，脾气有点大，别见怪。我去夹萝卜，王新玉也去夹胡萝卜，我换一个夹，他又要和我抢。3、4次后，我都没有吃上那盘胡萝卜，全被他抢了。我正要发火，张晨曦突然站起身，把胡萝卜整盘端起来，夹了2块给我，然后把一盘子胡萝卜全扣进王新玉的盘子里。这么喜欢吃，都给你吃，一个别剩。王新玉盯着张晨曦，眼泪不要钱似的哗啦啦流下来。哥哥，你干什么？你又欺负我！张晨曦爸爸站起身，干什么？你是哥哥，欺负你妹妹做什么？他欺负我女朋友，你们看不到。张晨曦生气也有几分唬人，毕竟1.8米出头的个子摆在那，生生比他爸高出半个头，压迫感十足。张晨曦爸爸生气地拿过一旁的鸡毛掸子要打他，我把张晨曦护在身后。叔叔，有话好好说，打人是不对的。为了不让我这个外人看笑话，张晨曦爸爸最后没有动手，非要让张晨曦向他妹妹道歉。张晨曦不同意，他这次带我回来本就憋着气。叔叔，这次您不能怪晨曦，实在是妹妹做得太过分了。我把网课直播和社交平台的视频，以及王新玉引导自己的粉丝网暴我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张晨曦爸爸根本不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新玉是我看着长大的，他不可能引导别人欺负你。好家伙，他对自己哥哥图谋不轨，你们是只字不提呀。您知道网暴对一个人的精神伤害有多大吗？网暴这种打不着摸不着的暴力能有什么伤害？你要是诬陷我女儿，我们家可不欢迎你。
王冉气得面色铁青。张晨曦拉着我：“这是我家，今天这事必须解决。还有那个短视频账号，王新玉，你立刻发声明，我有女朋友，然后把账号注销掉。不行，那个账号有几百万粉丝，将来做直播卖货一定很赚钱。”王冉大声反对。我看着王冉激动的模样，感觉他很奇怪，他对那个账号绝对是知情的。还可，张晨曦爸爸轻咳2声，瞪了眼王冉。王冉瞬间噤声，不敢再说话。他看起来有些怕张晨曦爸爸。张晨曦和我说过，王冉以前是个网络主播，在网上还算有名气，不知道怎么和张晨曦爸爸认识，火速嫁入豪门。张晨曦不止一次跟我吐槽过他爸爸的品味和他妈妈的眼光，真不知道我妈当年是怎么看上我爸的。张晨曦爸爸原本是个穷小子，但是他妈妈家里有钱。毕业后，张晨曦爸爸入赘张家，也进入了核心管理层，与张晨曦妈妈十分恩爱。直到张晨曦妈妈去世，王新玉跑回房间反锁上门，我们都拿他没办法。今夜初雪降临的猝不及防，我和张晨曦跑到外面看初雪。在张晨曦家的阳台外，张晨曦把我圈在怀里，打开手机。林楠楠抬头看我，我缩在她怀中，抬头看她：“你在干什么？拍 vlog 呀？等会儿让王新玉发出去澄清。”他一手举着手机，另一只手揽着我的腰。林楠楠看镜头：“快点！”我跳起来，把冰凉的手伸进他的脖子里，冻得他缩着脖子闪躲。不行，我没化妆。他捏住我的后颈，突然吻上来。林楠楠，3周年快乐！我永远爱你。透过阳台的玻璃门，我看到房间内张晨曦的妹妹正冷冷盯着我。我踮起脚搂过张晨曦的颈脖，整个风雪中仿佛只剩下我们，浪漫过了，就只剩下冷。我和张晨曦瑟瑟发抖，窜进房间。深夜，迷迷糊糊听到外面有人在吵架，我蹑手蹑脚地打开门。客厅里，张晨曦声音压得很低，正和他妹妹说话：“王新玉，你不要天天看一些奇怪的小说，不要天天跟在我身后，也不要在我睡觉的时候来我房间，更不要做出一些不自爱的举动。哥哥，我为什么不能进你的房间？我是你妹妹呀。”王新玉蹲在地上，抬头可怜巴巴地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张晨曦，伸手抱张晨曦，却被他不耐烦地打开。你明天不把我和楠楠的视频发出去澄清，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王新玉不管不顾地去抱张晨曦，软糯的声音带着哭腔：“哥哥，你不是最喜欢我了吗？你为什么要带别的姐姐回家？你把她赶走好不好？我什么时候喜欢过你？整天胡说八道！”张晨曦推开他，没收着力道。王新玉摔倒在沙发上，哭得更厉害了。你别哭了。王新玉停下抽泣，眼泪汪汪地看着张晨曦：“哥哥，你大半夜别把楠楠吵醒了。”哇！妹妹哭得更大声了。张晨曦大概知道今晚是谈不成了，拉着王新玉把她扔进房间，关上了房门，裹着小被在沙发上睡觉。第二天迷迷糊糊被人摇醒，张晨曦的妹妹割腕自杀了。我看着暮色地板上流淌的鲜血，一阵头晕眼花。抢救室外，张晨曦被他爸爸扇了2耳光。你就这么照顾你妹妹的？她不是我妹妹，我妈只有我一个儿子。张晨曦拉着我从医院走出去，看着大大的招牌好吃早点，我陷入沉思。这时候还有心思吃呢？张晨曦拉着我往前走，你不是还没吃早饭吗？我们先去吃饭。我正想推拒，肚子十分配合地响起来。张晨曦盯着我的肚子，
忍不住笑起来。他笑起来有2颗小虎牙，特别阳光可爱，配上他的高个子，有种强烈的反差，还真是笨蛋帅哥。吃完早饭回医院，刚到门口，张晨曦被护士通知下去缴医药费。病房中，王馨玉睁着眼，直愣愣地看着天花板，眼睛一眨不眨。说实话，有点吓人。你为什么要抢我哥哥？你怎么不去死？我放下早点，打量病床前的女孩，巴掌大的小脸，惨白如雪，水灵灵的大眼睛。我见犹怜，那是我男朋友。妹妹，你已经高3，快成年了，别装得这么幼稚。我不是他哥，也不是他妈，我可不会惯着他。王馨玉手腕上包扎着白布，手背上挂着点滴。她拔了手上的输液针，瞬间手背鲜血涌出。你干什么？有病吧？我连忙后退，生怕他发疯。他眼睛很红，面色却很白，整个人透露着不正常的状态。哥哥是我的，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他是我最爱的人，他将来是要娶我的。我知道他这是魔怔了，如果这次还不把他的美梦打破，他还会继续做着张晨曦喜欢他，会娶她的美梦。不过我很好奇的是，他明明是初3的时候才来到张晨曦的家中的，为什么会说自己从小和张晨曦一起长大？到底是他在骗我，还是他的记忆出了差错？有什么心理疾病？我和张晨曦已经约定毕业后就结婚，他根本不喜欢你，不管你是自残还是自杀，他都不会和你在一起。我看着他难以置信的眼神，感觉自己像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不可否认，这么宣告主权是一个很痛快的行为。你也不是他的亲妹妹，你只是后妈的孩子，你的死活和张晨曦一点关系都没有。从你被送医院到现在，张晨曦有为你担心过吗？王馨玉摇头，她发疯似的咬着自己的手，目光接触到桌上的早点，眼睛一亮，别看了，那是我买的。张晨曦推门进来，他立刻没了方才柔弱的模样，推开我，冲进他怀里。哥哥，你快赶他走，他欺负我。王馨玉抬起手，刚刚拔了输液管的手背表皮遍布淤青，还有一些未干的血迹。他抱着张晨曦，哭得梨花带雨。我站在他们旁边，并没有阻止，顺便给他妹妹摇了个铃，防止她哭晕过去。我真贴心，不得不说，医生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几分钟，王馨玉就被医生拉开，重新包扎、输液，严禁她乱动。我和张晨曦靠在医院走廊偷笑。你这妹妹大概真的看小说看傻了，像个疯子。外面很冷，我瑟瑟发抖。张晨曦让我先回家等他，我回了他家。11点多，他在医院说无聊寂寞冷，我提议开麦打游戏，打了一会儿，把输，真的栓 Q。耳机里又传来王馨玉天真软糯的声音：哥哥你在干嘛？哦，更烦躁了。哥哥，你打游戏能不能带我？我很好带的。张晨曦冷声说：我不带菜鸡玩，你那手能玩吗？王馨玉被 KO， 我冷笑，故意粗声粗气，模仿张飞的声音：哥哥哥哥，带俺飞呀！他忍不住笑出声。林楠楠，你差不多得了。我没有戴耳机，房间没人，直接外放，正打算开下一局，突然听到开锁的声音。我把手机声音调小。张晨曦，好像有人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你爸妈。张晨曦立刻说：你先把房间锁上，别出去，等我回去。游戏退出去，微信语音静音，但别关，确保我能听到你那里的动静。好，那你快点回来。我握住手机，心中慌乱得很。王馨玉的声音还在不停回响：哥哥你去哪里？哥哥，我一个人怕
怕就快点睡觉。张晨曦冷声说：“我把灯关上。”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像是有人在翻箱倒柜找东西。慢慢有脚步声靠近我的房间，我再三确认门已经锁上了，这才放下心。于哥，你说姐姐能不给晨曦留些救命的钱吗？晨曦从来没有和我提过。应该没有吧？是张晨曦爸爸的声音，我非常确定。你想想，他昨天当着你的面给他女朋友多转3000，眼睛都不眨一下，能没有钱？于哥，我们去晨曦房间看看吧。门外陷入沉寂。有道理，我进去看看。门锁上了。王冉说：“那我去拿钥匙。我们今晚可要好好找找。”我藏在床下，房间的灯被打开，2只脚开始活动起来。微信有张晨曦发的消息：“我快到了，我一直在，你不要怕。”我把手机熄屏，耳边又是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王冉爬上床，在床头柜里翻找，掀开被褥，1寸1分的翻找。他们到底要找什么？我努力蜷缩在床头柜下的隔板间，生怕被他们找到。我摸到一本软软的本子，卷在手心缓解紧张。你要是再找不到钱，这房子真的要抵押出去了。我们2个要喝西北风了。我哪里还有钱？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现在跟我急，我能怎么办？于哥，我没有逼你的意思，我就是担心心玉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啊。王冉撒娇的声音激得我抖了抖。一把年纪了，真会撒娇。你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出生没有地方住吧？不会的，不会的，我一定会找出赵琳那个贱女人给晨曦留下的钱。原来赵琳是张晨曦的妈妈，他们在找张晨曦妈妈给他留下的财产。张晨曦一个人回来估计不安全，我连忙给张晨曦发消息：报警。别问为什么，我听到了。我看着张晨曦发回来的消息，抑制不住的心疼他，被自己的父亲算计，他心里应该很不好受吧。2人没找到东西，便坐在桌上翻旧账。不然你直接和晨曦说吧，就说我们需要钱。王冉说：晨曦，你不了解他，他要是知道我把他妈的公司经营破产，连房子也赌出去了，他不会放过我的。你是他爸爸。张晨曦爸爸摸着他的手心。还有你想的什么破主意？让心玉去勾引晨曦，这下好了。晨曦没有喜欢上心玉，心玉先发疯自杀，他又不是第1次自杀，手上留着分寸呢。王冉自豪地说：只有这样才能把晨曦留下来，不然他肯定要带他女朋友出去玩。我握紧手机，强忍着出去和他们对峙的冲动。心玉没事吧？他没事，惊着呢。王冉满不在乎地说：太过分了。我试图挪动自己麻了的腿，狭小的空间，不小心撞到了床板上。砰！于哥，你听到奇怪的声音了吗？他们慢慢朝着床头柜走来。我捂住嘴，心里担心的不得了。突然门外传来敲门声，难道是晨曦回来了？快躲起来！王冉和张和瑜迅速把灯关上，从张晨曦房间跑出去。张晨曦带着警察破门而入。我从床底爬出来的时候，一身灰尘，头发凌乱不堪。张晨曦冲过来，一把抱住我：你没事吧？我摇头，双手垂在他的腰后，手心都是灰尘，不敢抱他。深夜，我们从警察局出来，张晨曦爸爸和他后妈面色铁青。张晨曦，你真是出息了，把自己爸妈送进警察局。爸，你配吗？张和瑜。张晨曦在语音里听到了他所有的话，这会儿正在气头上。晨曦呀，你不能不管你爸爸的死活，你要是不把钱拿出来，催债的人上门，你爸爸可是要坐牢的，房子也要被没收的。王冉拉着张晨曦：
讨好地看着他。他和王馨玉的模样有6分相似，包括一些奇怪的动作。王馨玉大概都是跟这个妈学的。我推开王冉，拉着张晨曦的手：“阿姨，还是管好你女儿，别让她再勾引我男朋友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总觉得王冉看我的表情很奇怪，似乎是嫉妒。第2天，张晨曦帮我收拾东西，要送我走。我问：“真不让我留下来陪你？”张晨曦拿起衣架上的大衣，掸了掸昨夜躲在床下沾染上的灰尘。一本半大的软面本子从袖口掉落，张晨曦面色突变。他从地上捡起本子：“这本子你从哪里找到的？”我第一次见他如此凝重的表情。昨晚在床下捡到的。我紧张，一直握在袖口中。怎么了吗？他打开本子，我偷偷看去，上方有日期记录，是本日记本。是你的日记本吗？他有些慌乱地收起日记本，哆嗦着把日记本塞进自己袄子的口袋中。不是，不是，那你给我看看。张晨曦立刻合上本子，放进自己的口袋中。楠楠，别闹了，我先送你回去。他推着我的箱子往前走，我跟在他身后，试图偷本子，却被他捂住口袋。你让我看看吗？不行，现在不行，等你回去我就告诉你。他拉着箱子跑得特别快，我跟在他身后跑得飞快。让我看看，不给。我在酒店里接到张晨曦的电话：“楠楠，你到家了吗？”我心虚的点头：“到了。”“那就好。你听我说，我这几天可能会比较忙，你找不到我别着急。”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再忙也不至于找不到他人吧。想到他爸爸和他后妈一副走投无路的模样，我很担心他。我打回去，却是一阵忙音，打了好几通都没有人接。正焦急，发现王馨玉竟然又更新了短视频，视频里竟然是他和我在医院对峙的画面。王馨玉一身蓝白病服，手腕上裹着白布，手背上还滚动着血珠，面色憔悴苍白，十分可怜。我和哥哥一起长大，他将来是要娶我的，而我那日穿着赭红大衣，双手抱胸，看起来像个恶毒女配，语气也很差。妹妹，你哥哥是我男朋友，视频文案，姐姐还想怎么样？明明我和哥哥一起长大，没了哥哥，那我还是去死好了。我心中哇凉哇凉的，妹妹真狠啊！这次我还不得被骂死。看着右下角的消息通知，鲜红的99加，不用看也知道都是骂我的。可当时房间明明只有我们2个人，视频到底是谁拍的？难道当时王冉并没有走，而是藏在了什么地方？这么说，王馨玉对自己家的情况真不知情吗？绝对不可能。我拿起大衣，打算去医院看看。一路上心中都很紧张，只能打开看张晨曦拍的视频。视频中2个打闹的人像个孩子一样幼稚，我忍不住笑出声。张晨曦视频号的流量太低了，上一个澄清的视频只有我一个人点赞，太惨了，笑死我了！真是流量为王的时代。到了医院，医生说王馨玉已经出院了。与此同时，王馨玉的短视频号突然私信我，想知道哥哥的下落吗？来找我。我的心瞬间提起，难道张晨曦出事了？来不及多想，我立刻按照定位打车前去。到了废弃的危楼，看着周围荒芜的环境，心中的不安加剧。到3楼来，我走上3楼，有个人背对着我，仔细一看，竟然是王冉。没有护栏和围墙的边缘，只要他往前走一步就会掉下去。他该不会是想自杀诬陷我吧？你来了，这不是废话吗？我人都到了，王馨玉呢？玉玉应该还在医院吧？
他太笨了，让他收着力道，他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王冉无所谓地弹了弹自己猩红的指甲，眼中带着嘲讽，一点没有心疼。什么玩意？那是他女儿，他怎么一副巴不得他死的样子？为神要冒充王馨玉约我来这里，希望你让你女儿快点把视频删除，不然我要告他侵犯我的肖像权。我对他和他女儿的关系并不好奇，我只要求他能管好自己女儿，别来招惹我。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小姑娘，我劝你离开晨曦，你们俩不合适。王冉撩了撩头发，上下打量我两眼，那眼神好像在看一个小学生。我好歹1.6米，虽然有点瘦，前胸贴后背，恨恨地看了眼王冉凹凸有致的身材，我忍不下去了。你劝我，我还劝你一个后妈做个人吧。继子喜欢什么人，你最好别管，你不配。还有，别一天天想着人家亲妈留下来的财产，跟你无关。喜欢赌就别怕输得一无所有。另外，30多岁了，你女儿都18岁了，别在继子床上留一些不该留的东西。她头上别的银色发卡，我无比熟悉。前天晚上与张晨曦打游戏时，这个发卡已经在她枕边了。这2天我都是在张晨曦房间里睡的，早上还没有这东西，晚上就看到了。肯定是趁着我和张晨曦在医院时，王冉趁机放的东西。没有人会不在意自己男朋友的床上有别的女人留下的东西。阿姨，你都37还是38了，还是注意点自己继母的身份，别做一些让人误会的事。谁说我38了？老娘今年才34，风华正茂。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跟晨曦分手，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王冉面色通红，大概率是气的，恶狠狠地盯着我。34岁，15岁就怀了王馨玉，也不知道9年义务教育读完没？请问这位风华正茂的老娘，你打算开多少钱让我离开你继子呢？我不走寻常路的回答成功噎到了王冉，他好赌，口袋里肯定没有几个子。于哥和晨曦给你8000还不够，你也太贪心了吧。王冉嘲讽地看着我，也是，像你这种小家庭出来的姑娘，就想着要钱捞一笔。我告诉你，在我这你别想小家庭。我眨了眨眼，看来张晨曦没有和家中人透露过我的身份呐。看来冉姨这是没钱了。这样，我给你100万，你把王馨玉所有关于张晨曦和我的视频删除。我抱胸得意地挑眉，王冉上下打量了我2眼，翻了个白眼，明显是不相信我。小小年纪虚荣心真强。晨曦都说了，你家里是农村户口，还装阔。我扶额，这咋还不信呢？我看起来很穷的样子。虽然我家里确实是农村户口，但是我爸妈开的酒店遍布全国。我打了电话给我妈，妈，你给我卡里转100万，我有用。我话还没说完，电话已经挂了。还装呢？电话都挂。不一会儿，我把建行的短信举到他面前，看吧看吧。我妈就说是这样，张口要钱秒打款。王冉惊讶地看着我，屁的，绝对是屁的。我翻了个白眼，收回手机，没有理会他。我这是短信界面，又不是截图。你要是不愿意删除，那我就走了。这会儿功夫，我已经把3楼都看遍了。张晨曦根本不在这，我没必要再和他纠缠。冉姨既然不需要，那我就走了。我握紧手机，转身便要走，一回头就看到身后多了几个壮汉，手里拿着铁棍向我靠拢。臭丫头，你想走就走。王冉掏出打火机，点燃一根烟，烟圈盘旋向上，看起来很社会。我告诉你，那个视频号就是我运营的，
等心玉和晨曦在一起，我就让他们一起直播，肯定能赚好多钱。我稀罕你的100万。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刻想明白了，怪不得视频里面的声音不太像王心玉，约我来的也不是王心玉，都是王冉弄的。我已经报警了，我劝你们不要在法律的边界横跳。看到对面的社会头头想要冲过来，我立刻举起手机，在给王冉看银行短信时，我已经顺手报了警，警察已经快到了，你们快跑还来得及。我冷哼，强装镇定，越是害怕越要假装镇静，竟然敢报警，看我不弄死你！脖子上有纹身的壮汉提起棍向我冲过来，我拔腿就跑。3天，我喜提2次局里捞。张晨曦在前面走得嘎嘎快，我跟了几步，他故意不等我，就不跟了。我遇到了绑架这么危险的事，他还生气。我蹲在马路牙子边，拿起树杈在地上画圈圈，不一会儿，面前就多了一双笔直的腿。我转个圈，背对着那双腿，他又转到我面前，我俩转来转去，最后转得我头晕眼花。不完了，他弯下腰扶起我，我腿都蹲麻了，挂在他身上。他说：生气了？你还说明明生气的是你。我轻哼。张晨曦带我回了酒店，一路上絮絮叨叨地说我没有安全意识，不应该单独去偏僻的地方见王冉。我小声反驳，还不是因为他不接电话，我担心他。为什么要我不追究你后妈的责任？他找人威胁绑架我，难道张晨曦真的和他那个后妈不清不楚？王心玉只是一个幌子，监控显示是你自己打车离开了市中心，而且那几个社会人也没抓到，你想追究也很难。张晨曦蹲下身，靠在我旁边，和我解释道：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后妈说她和你之间的关系不正当？我紧盯着张晨曦的眼睛，故意炸他。虽然王冉没有挑明，但是他的言行无处不在说明他对张晨曦绝不是后妈对继子该有的感情。张晨曦表情古怪，我难得看他这副憋屈的模样。半晌，他掏出我从他床底下捡到的本子，递给我：你看吧，看完就知道了。我捧着张晨曦从初3开始的日记本看了一路，又哭又笑，像个疯子似的。还好深夜路上没人，哭是心疼他妈妈去世后，他笔下的日记都带着难过和眼泪；笑是原来他和王冉之间还有乌龙。张晨曦从他妈妈去世的第2年，发现他爸在外面有人了。那时候的王冉才20多岁，虽然有个女儿，但张和瑜也有个儿子，两人也都不介意对方有孩子。王冉青春靓丽，经常在平台上直播。张晨曦故意给他刷礼物，把自己吃饭的钱省下来给他刷。从王冉口中套出了不少张和瑜出轨的话，到现在有些证据他还留着呢。我捶了一把张晨曦，怪不得王冉会觉得张晨曦妈妈给他留下了很多钱，估计就是因为张晨曦小时候给他刷礼物刷多了吧，哈哈哈哈哈。那时候的王冉还不知道他的榜一大哥是初中生，天天在直播间里甜甜地叫张晨曦哥哥。想到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后来张晨曦为了报复王冉，在王冉嫁给他爸爸后，故意在王冉面前掉马，没想到王冉发现自己的榜一大哥竟然是自己的继子后，并不尴尬，甚至隐隐自豪：晨曦，我已经是你的小妈了，以后也不会直播了，你要是有钱，直接给我就好了。不过我女儿心玉也很漂亮，她嫁给你，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钱都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日记的时间是张晨曦2个月前回来过节，王心玉被他妈洗脑，跑上他的床，
吓得张晨曦连夜扛着行李箱，马不停蹄地跑了。我俩从警局回了酒店，张晨曦把他今天偷偷跟着他爸去他妈妈墓地说的话都录了下来。我听完录音笔，只能紧紧地抱着他，给他仅存的温暖。你打算怎么办？对于这种婚内出轨找小三、杀妻卖子的渣男，必须要用法律手段把他绳之以法，才能解除我心头之恨。张晨曦没有说话，摸了摸口袋，掏出一支烟，含在口中没有点燃。我和他说过，在我面前不要抽烟，他一直遵守这个承诺。再等等，我要让他们都后悔。我握住张晨曦的手，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别赶我回去了。那天晚上，我们蜷缩在一张床上，共享属于张晨曦的秘密。我从来没有感觉与他如此接近过。曾经我闺蜜和我说过，张晨曦这个人什么都好，但是感觉太假了，好的不真实。单亲、帅气、多金、体贴，这样的人会让人抓不住。现在我感觉我抓住他了。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张晨曦分头行动。我在家里蹲点王馨玉，张晨曦跟踪他爸爸和后妈。王馨玉出门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南华初中，我记得这好像也是张晨曦的母校。王馨玉边走边直播：家人们，这所学校是我哥哥以前的初中哟。我在小学的时候，妈妈就带我来看哥哥了。哥哥在所有人中最显眼，我每次都能在很多哥哥姐姐中找到我哥。王馨玉看起来很兴奋，一直跟粉丝们聊天。我哥哥以前的初中，我带你们进去看看。正好赶到初中放学，我跟着王馨玉混进去。在他的直播中，校里历年的荣誉榜，张晨曦赫然在列。那时候的他好清秀，透露着青涩。不过以前哥哥不知道我都是偷偷跟着妈妈去看他。妈妈说，我长大一定会嫁给哥哥，我们一家人永远都不会分开。王馨玉在视频中有些羞涩，我忍不住在直播间评论道：真的没人觉得他有问题吗？我记得博主说过，他哥哥是重组家庭吧，前几年才结婚，他妈妈竟然几岁就带着他去偷看他哥哥。经过我引导，果然有人发现不对。卧槽，他妈该不会是三吧？故意接近他哥哥，还给博主洗脑。博主都18了，看起来怎么像个小学生一样没脑子。他哥哥从头到尾都没有回应过他吧？有这么一个妹妹真可怕。很快，评论区的风向开始转变，有些早就看不惯的人开始疯狂攻击王馨玉，而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引导自己粉丝网暴我，就应该想到自己终有一天会被反噬。王馨玉和王冉分明是共用了一个视频号，视频就是他们共同发的。我第一次看到的那个视频，引导粉丝骂我的就是王馨玉。第二次在医院王馨玉装可怜的小白花视频是王冉拍的，也是王冉发的。除夕夜那天，张晨曦拿着自己跟踪王冉和张和宇赌博的照片，以及他爸爸在陵墓前说出自己杀害张晨曦母亲的真相，在万家团聚时将他们绳之以法。张和宇20岁那年遇到赵琳，开始展开疯狂的追求，因为是个孤儿，孑然一身，成功入赘到赵家。成婚第2年，赵老爷子外出出差，在路上出了车祸去世了。赵琳伤心过度，将公司的事情大部分都交给了张和宇。张和宇并不喜欢赵琳，他觉得赵琳温和冷漠，有大小姐脾气。结婚第8年，张晨曦6岁时，张和宇遇到18岁在酒吧打工的王冉，两人天雷勾地火，一发不可收拾。为了给王冉一个名分，
张和宇隐晦地和赵林提离婚，赵林没当成一回事，只说离婚就让张和宇净身出户。张和宇瞬间起了杀心，他不愿抛弃这些财产，他通过非法手段买了慢性毒药，每天放一点在赵林睡前爱喝的牛奶里面，一放就是5年。最后在张晨曦初中时，赵林没有挺过来，身体各项机能衰败，死在了医院。但两人染上毒瘾后，花钱如流水。不过这几年已经把家产快要败光流览，所幸他们都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法律惩罚。出了法院，张晨曦红着眼苦笑：“楠，从今天起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抱着张晨曦，告诉他，不管怎么样，你还有我。法院宣判完的第2天，张晨曦正收拾东西要送我回家，我打算带他去见我父母。王新玉还像以前一样闹自杀，他跑上自己学校的顶楼，不停地给张晨曦打电话：“哥哥，你不管我了吗？那我就要跳下去了。”张晨曦说了句：“那你就跳下去吧。”挂断电话后，我们来到机场，上了飞机，他靠在我身旁，正如我们当初风尘仆仆一起来这里，现在也满身疲累的离开。但有些东西变了，我握紧他的手，闭上眼睛，我们的路还很长。下了飞机，我和张晨曦的手机一直在不停地响，原来是王新玉闹着要跳楼的事被人发到了网上。不少人通过王新玉的视频账号找到了我和张晨曦的账号，数万人在张晨曦和我的视频下祝福我们。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3年，我们的幸福不会止步于3年，但犯罪的人不配得到幸福，该下地狱。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